大家好，我是 Chuck。没想到大家看起来是真的很喜欢这部，所以也就有了这一集。我预计会把他们1年级全部讲完，但是如果没有大家继续的支持，那我也很难坚持下去。你们知道的，这种没有画面的影片特别难见，所以加油！接下来要做成系列，那势必就要让大家更了解细节的部分，像是人际关系、学校规则、特别考试规则以及事情的经过等等，这些都要讲清楚。上期节目包含第一次考试、哭北的心态、接天的想法、伊之濑的出场等等，我全部跳过，重点只放在动画版的陆歌上。我这么做其实很有问题，因为动画做了相当程度的魔改，像是动画中第一班的人数只有25，可原作是40。原本的陆歌有表情、内心话还一堆，动画却变成面瘫加死鱼眼。哭北在动画中是傲娇，可实际是只有傲没有娇，唉，真的是改了一堆。总之，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部作品，我会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再说明一遍。这点如果大家不喜欢，或是哪里觉得可以跳过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在节目开始前，记得按下影片下方的订阅钮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每周五都会有新的动画相关影片上传。如果铃铛没提醒，记得回频道看看。好，让我们游戏开始吧。高度育成高级中学，确实成功毕业者 99.9% 能任职于期望的工作，但问题是这仅限于 A 班，后段班的学生没有，更甚至如果是后段班毕业，还有可能被一些顶级企业盖上无能的标记。一旦烙上了，你们懂的，基本上就会跟飞黄腾达无缘。那要怎么挤入 A 班呢？目前的手段有2个：一，整班往上升，只要在各种班级活动、特别考试等等拿到班级点数 CL 超过前面的班级，就可以往上升。要说唯一的问题是在陆歌进来前，没有任何一个D班成功爬到 A 班过。第2个方法，取得2000万个人点数 PR。而这方法目前也没有任何人成功过，理由也很简单，数字太大了，每月就算10万点 PR， 1毛都不花，存个3年也还是远远不够。目前存最多的记录是1200万点，而且还是用诈骗的方式。换言之，正常方法不可能达成。学校会设定这数字，并不是要故意找学生麻烦，而是还隐藏了一些可以累积 PR 的办法，要学生自己发现。另外补充一下 ，CL 同时也代表每月给学生的 PR 点数，每一 CL 有100 PR， 努力增高 CL， 班上每个人的零用钱都会增加。哦，对了。1 PR 等于1日元。这所学校除了表面上看得到的生活用品能用 PR 购买外，其他一些隐藏无形的东西也行，号称什么都能买。当然啦，一些违反法律或是道德的玩意还是 NG， 毕竟这始终是一所学校。稍微补充了一些该提的校规，接下来也要补充上期没细提的几名人物。枯北绫音，动画的女主角，小说的女主角之一。严格来说，小说前3本，也就是动画的部分，确实她的戏份比较多。可在之后的篇章，其他女角串起，她就变成了女主角之一了。这人基本上也是全方面人才，体育方面只输给最顶端的人一小截。课业方面，入学考试前3名和1、2名也只差一点点，面试分数还很高。那她为什么会被分到残缺的第1班呢？这边再补充一下，这所学校挑人的标准，上期节目虽然我有提到，能力高且都无不良记录者会被分到 A 班，但那仅仅是对外的说法，实际上能进入到这所学校的人，他们早在国中时期就被学校挑上，是内定好的人员，什么笔试、面试全都是做给社会看，完全没有屁用。换言之，学校是综合了学生在国中时德智体群美全方位进行评量，如果有景象太过恶劣或是都不怎么样，就会被分到D班。而枯北毫无疑问的就是他的群实在太过低下，这人非常高傲，藐视别人，要是认定别人是累赘，还会一脚踢开。而会变成这样，我想是因为他一直憧憬着自己的兄长，渴望得到他的认同，但他又只会不断强化自己，舍去不必要的东西，最后导致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他的这些缺点被我们陆哥一眼看穿，于是陆哥就很好心的大概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一直在用他的方式帮助枯北改善这些问题。接天接梗，D班的中心人物之一，交友范围极广，甚至横跨班级。这人表面上希望和所有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，但私底下不小心让陆哥知道这不是真的。应该说，凡是知道他过去的人，他都想要摆平。而这人在动画中目前就是他一直有敌意的枯北绫音。至于他的过去，等到他戏份更重时再向大家说明。平田洋介，D班的中心人物，甚至是主要领导人，他会积极的去做同学不想做的事，也会主动帮同学搞定问题，是班上的好好先生，同时也是班上的和事佬。沟通能力十分强大，加上长得帅，让他在女生间很有人气，是我这种肥宅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
由于观察能力十分优秀，很快察觉到陆哥深藏不露，甚至看穿他才是一切幕后的主使。要说这人的缺点，大概是异常的希望班上能够团结，像是在孤岛求生时，他就想完全掩盖偷内裤事件。至于他会这么做的理由，则是跟他的过去有关。国中时，本来跟他很要好的朋友因分班而逐渐疏远，没想到这位朋友居然遭到霸凌，还不是普通的那种拳打脚踢不打紧，还不让他去上厕所，让他在上课失禁。知晓这一切的平田，生怕自己也被牵拖，选择了视而不见。然而，这名朋友居然在最后当着平田的眼前跳楼。这份憧憬让平田从此有了阴影，他认为就是他自己逼死了重要的朋友，而这也造就了他后来会尽可能的想用拯救他人来弥补之前的过错。清井泽惠，动画路人，小说女主角之一。本次介绍的女主角，看了小说才会知道，她是第一班女同学的主要领袖，深受女生信赖，朋友也多，也是后来的卖肉主力担当。刚开学就和平田交往，建立起班上的地位。表面上是轻浮的辣妹，但实际上只是伪装。国中时她是被霸凌的人，甚至在身上留下明显的疤痕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清井泽学会寄生在强大的男性身上。而这也是为何他刚开学就和平田交往，他把他的一切全告诉平田，平田也理解这一切，成为了他的保护伞。龙原祥 C 班的 BOSS 用暴力与独裁统治了整个 C 班，不过他并不是只让自己当暴君，他同时也一个人扛下了整个班级的责任。证据是他愿意一个人在不靠点数下，在孤岛上当贝爷，同时他也打算一个人拿下8亿点个人点数，让整班升级。他的行事作风阴险狠毒，不择手段，只重视结果，被陆哥认为有着跟自己差不多的思考模式。伊之濑繁波，本作的女主角之一，也是 B 班的 BOSS， 跟龙原完全相反。她是靠着人望和能力来整合 B 班，虽然活泼善良，又是个烂好人，但绝不是天真的笨蛋。他的入学成绩是全年级第一，光论综合能力绝不输给 A 班的2个 BOSS。另外，他在开学没多久就有了260万点。至于能拿到这些点数的原因，以及他会被分到这个班级的理由，会在后面几集再跟大家介绍。光是把这必要的资料跟大家说明，就用了这么多的时间。但我认为要享受这部作品，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资讯。既然不以陆哥为出发点，就必须要好好介绍其他细节哦。对了，我刚刚没特别说她们是美少女，是因为这部作品里面所有女性都是美少女，但不一定是胸部新人。在他们回到游轮上的第3天，特别考试有无预警的开始。学校将全部的学生分成12组，分组方式是这样的：每班会抽出3到4名学生放入同一组，一组又由4个班级组成。换言之，一组大约会有13到14名组员。被分到同一组的人将要进行思考哪一名组员是优待者，或是说狼人。活动总共为期3天，在这期间，每天同组的成员必须在指定的房间内集合2次，每次进行1小时的讨论。讨论内容由组员自行决定，但重点是考试结束后的当天晚上9点半到10点，学校会受理优待者是谁的答案。这时学生必须使用自己的手机，用简讯寄到指定信箱进行答题。按照这个规则，将会出现2个结果：一，除了优待者的班级成员，所有组员答对，那么整组成员包含优待者的班级成员将会获得50万点 PR， 优待者100万。2，除了优待者的班级成员，组员有人答错或没作答，那学校只会支付优待者50万 PR。简单来讲就是全部答对，每人50万，优待者100万；有人答错或没作答，优待者独拿50万。那优待者不是超爽的吗？对，所以才叫做优待者。当然，如果只是这样，那所有小组都会弄成结果1，毕竟只要优待者说出自己的身份，那就皆大欢喜。可事情自然没有这么单纯，因为这考试还有叛徒的存在。所谓的叛徒是指在非作答时间进行答题，如果回答正确，叛徒所属班级将会获得50点 CL， 叛徒个人获得50万点 PR。至于被拆出优待者的班级，则是要扣50点 CL。如果回答错误，叛徒所属班级将会失去50点 CL， 优待者班级则会获得50点 CL， 而优待者本人也会获得50万点 PR。既然有了叛徒这规则，优待者要是大意的暴露自己的身份，那所属班级和本人就会损失惨重。当然，优待者也能让其他人误会陷害别班。这次林小璐跟枯北被分到不同组，林小璐在兔组，枯北在龙组。兔组的成员有 A 班3人 ，B 班伊之濑和另外2人 ，C 班在岛上的间谍伊吹岭和其他3人 ，D 班陆哥、幸村辉彦、清井泽以及中二宅男。龙组的成员有 A 班的葛城和另外3人 ，B 班3人 ，C 班龙原和另外3人 ，D 班则有接天接梗、平田洋介和枯北绫音。说到这，各位应该已经注意到了，这分组有一定的规则在。
撇除掉盖在龙族的伊之濑，基本上各班的大魔王或者说领导者全被排在一起。这点我们的枯北和鹿哥一开始就有注意到。至于其他班级，当然也有人注意到这分组的规则，因此他们也展开了不同的作战计划。A 班选择了彻底避战，别人问什么通通不回。这个考试只要优待者有公平的分布，那 A 班只要什么都不做，叛徒便无法得到任何资讯，这样班级间的差距就不会被拉近。B 班大致上积极的诱导同组人交流。C 班最高压式管理法，龙渊没收了全班的手机，清楚确认班上的优待者是谁。D 班由于枯北是领导。好啦，也不算。总之，平田虽然得到大部分人的信任，也知道班上的优待者是谁，但整班并没有像其他班那样团结。像是高原市六柱，他不爽参加活动，立刻当起叛徒。但最屌的是，他最后真的答对了。还是让我们回到兔组。兔组要说最大的骚动，那就是清井泽曾经跟 C 班的成员真锅有过摩擦。据真锅表示，清井泽曾在排队时插队撞飞了他的同学梨花。为了帮梨花找出真凶，他不停的骚扰清井泽，而后者则是借由寄生 A 班的帅哥，让他帅哥帮自己说点好话。就这样，在两边还没弄出太大的骚动前，被帅哥打断。第二次的讨论，鹿哥注意到清井泽在这新团体里，居然没有像在班上一样有存在感，其地位甚至还比 C 班的那几个还低。鹿哥认为清井泽这样非常不妥，在 D 班极度不团结的现在，如果 D 班想要往上爬，那证明负责统治 D 班的少女就必须用更强硬的态度支配场面。要是一直像这样畏畏缩缩，那他的虚张声势迟早会啪康。为了让清井泽成长，大概我们的鹿哥出手了。他先是跟真锅说谎，说自己好像有看到清井泽跟人起冲突，让真锅重燃希望的继续跟清井泽纠缠。同一时间，他也开始在安排坑杀兔组的计划。先讲讲清井泽这边好了，鹿哥的计谋成功，真锅等人如预期那样对清井泽展开霸凌。第一次轻度的霸凌已经让清井泽的假面快要破功，而第二次，我们的鹿哥则是超级过分。为了调出事情的全貌，鹿哥和清井泽表面上的男友平田展开交涉。鹿哥拿帮平田和枯北牵线为条件，一口气得到了平田和清井泽的过往以及 D 班全部的优待者。既然条件齐全了，那就该动手了。鹿哥让平田把清井泽调出来到没有监视器的地方，然后他把这项情报告诉 C 班的真锅。起初真锅也很聪明的知道鹿哥打算陷害他，可惜呀，在鹿哥的舌灿莲花下，真锅还是被说服。于是一场霸凌秀就开始了。他们先是抓住清井泽的头发，再把他压到墙上，然后再对他袭击，连环巴掌，更甚至后来转向攻击看不见的地方。被打的那方也只能苦苦哀求。鹿哥在这时还怕声音传出去，偷偷的把门给关上。好不容易熬到真锅他们离开，清井泽没想到他的噩梦还没结束。鹿哥走到清井泽眼前，把他隐藏的过往全部摊开来，并威胁他：要是不乖乖听话，就把你的过去以及刚刚发生的事泄露出去。不止如此，鹿哥还加码，他先是抚摸着清井泽的大腿，让他感到害怕，然后再用命令的口气说：把腿打开。当然，我们的鹿哥不是色狼，也不是坏人。可能是坏人，但他最终的目的只是想让清井泽明白，不论鹿哥要他做什么，他都得做。为了保住班上的地位，清井泽主动掀起裙子，把手放在内裤上。下一秒，鹿哥伸手压制，并揭开了最后一项他隐藏的秘密——腹部上可能危及生命的伤痕。鹿哥看到这伤痕的瞬间，了解到了清井泽会的全部。于是，鹿哥便用撒旦般甜蜜的恶魔话语对清井泽说：“我能向你保证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保护你今后不受欺负，而且远比平田还要可靠。”光说不练没有用，鹿哥为了证明他能说到做到，他便把刚刚霸凌的照片在清井泽面前传给真锅，让清井泽明白，只要有这个就能压制住真锅。于是，在糖果与鞭子的调教下，清井泽会成为了鹿哥的性奴，不是，这非常相信能够统合第一班的旗帜。另一方面，兔主这边来到了最后一次集合，这一次伊之濑总算出招，他跟他同班同学说服所有人亮出自己的手机，证明自己是否为优待者。只要没有叛徒，那所有人就可以一起得到最好的结果。而最后拿着优待者手机的是第一班的同学幸村。由于学校寄来的邮件不能复制、不能转发，那么手机里的优待者邮件必然是真的才怪。由于优待者邮件只会说你被选中，并不会讲人名，所以透过交换手机可以暗算叛徒或是其他人。而这一点伊之濑也发现了，他当着大家的面打了林小璐的电话，证明手机的真正持有者其实是林小璐。就
就这样，第一班的计谋被识破，一群人说好要一起通关，然后解散开来。下一秒果然出现叛徒，只不过这名叛徒还是被坑了，因为陆哥调包的不只有手机，他连 SIM 卡一起调包。本来的状况是 SIM 卡不能跟手机拆开，但陆哥付了 PR， 成功解锁 SIM 卡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的真实状况是，幸村拿着清井泽的手机，里面装着陆哥的 SIM 卡，所以真正的优待者其实是清井泽。陆哥能拿到清井泽的手机，当然是在攻略了清井泽之后的事。唯一让我们陆哥失算的，那就是伊之濑也看破了这招。他当时没揭开，纯粹只是他也相信 AC 班会出现叛徒，故意不说罢了。这次的攻防战，严格来说，陆哥有小小的失算，因此陆哥在心中默默的修正了当初对伊之濑的评价。至于这次的综合结果，C 班大获全胜，除了班级得到150点 CL， 个人点数则是有合计550万点，更甚至枯北在的龙主，其优待者结田桔梗都被他识破。为了挑衅枯北，他还让龙主达成最不可能的全胜。当然，这不是赛道的，而是他串通了D班的内贼，得到优待者和分组名单。他透过分析这两个，成功推理出学校分配的规则，一举拿下大量的点数。说到这，我想有人就会问，那我们的陆哥嘞？确实，他在这次没有上演奇迹的逆转，甚至计谋被识破。但要我看来，陆哥是故意输的。他透过这次的败北，让枯北体验自身的不足，所以他根本没打算出手。当然，这是我脑补的啦。那看过小说的你们又是认为如何呢？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接下来的这一系列只会更难弄，因为连漫画都没有，我真的需要大家大量的支持，才能介绍到1年级结束啊！